虽然宋景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，可是等到萧衍之帮他拆去沉重的凤冠，放下他3000青丝，霞帔滑落，他紧张了，压根都不敢抬眼看萧衍之。萧衍之则被眼前的美丽风景刺激得全身血液沸腾，剧烈的心跳宛若随时冲出胸腔。此时的宋锦美得令人心颤窒息。当双双滑入灵泉池中，萧衍之再也忍不住，长臂一带，俯首如愿采撷心心念念的人儿。这一日，萧衍之实在盼得太久了，不知过去多久。阿锦，萧衍之忍耐到极限，宋景顿时如受惊小鹿回过神来。我们上岸。他虽不是古代人，但是他希望自己的第一次让他知道，不想在泉中失去的不明不白。萧衍之也许不在乎，但他在乎，他不想留下任何猜忌与遗憾。洗床上铺着一张绣着鸳鸯交锦的洁白喜帕，不多时，洗床上的鸳鸯喜帕上染上了一朵见证清白妖冶鲜红的花朵。之后，洗床垂着的大红纱幔珠帘飘渺摇曳。阿锦，你总算是我的人了。阿锦，难受吗？萧衍之此时就算血气方刚，还想再来一次，也不能不顾及宋景身体。还好。宋景不敢翻身去看萧衍之，想起刚才的一幕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初开始他无法适应他，不过后来他没有想到这男人身材这么好，这么温柔体贴。后来他不仅没了疼痛，只剩下感受他带给他的怜惜与快乐。好在二人是在空间里契合的，要是在外面世界，明日他都不能见人了。要不要上些药啊？不用，我挺好的，你也很好。他总不能让他误会，在这方面他真的绝对是个非常优秀的丈夫，一点儿也不粗鲁，还很会怜惜媳妇。但他不知道，他这句话对萧衍之不仅是肯定，更是引诱。不多时，萧衍之再次冲动，空中的圆月此时都不好意思般含羞躲进云层。不一样的月亮，不一样的景色。五更天，赵钱在凉亭内擦着这世间唯一的一把绝世唐刀，神色黯然落寞。唐刀被他擦了一遍又一遍，阿二、阿三、阿四都猜不透赵钱此时在想些什么，但想来是极不好受的。这一次，宋景与萧衍之成亲，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说明二人是彼此相爱的。相爱才能和离后再复合，他们爷是一丁点妄想的机会都彻底没有了。唐刀按照他给的后面图纸继续锻造吧。今日过后，他在宋景心中与熟悉的寻常人没有什么不同，既没有了任何的可能，他就不能再抱任何妄想了，哪怕是这把唐刀，占有唯一也是一种妄想，是对他的亵渎。爷，军中很多人都在议论爷何时选太子妃，这事儿册立了太子，按规矩就要选太子妃了，这是每个太子无法逃避的宿命，也是笼络君臣的手段。首辅张之重之女，三公之女，兵部尚书之女，右军左都督之女，镇国公之孙女，全都不错，都刚好是适婚的年龄。谁让你来问这事的？这个时间来问他这个问题，拿刀插他心窝吗？不知道喜欢的女人要嫁人，新郎不是自己，这一天会很难受，且最是讨厌提及其他女人吗？我只是告诉你，爷不是让我调查沈玉吗？沈玉还真在燕王府，而且被我调查到燕王有意拉拢张之重。哼，倒是很大的野心，就他身板子，张之重会同意吗？可不是，不过怕的就是燕王往张之重之女那边下手啊。张之重老来得女，挺宠爱女的，爷要是这时候放出选妃消息，燕王绝没有机会。哼，搞了半天是你想我选妃？阿二双腿一抖，咚一声跪下，自领100鞭。赵钱无视阿二卖怂，拿着唐刀起身拂袖离去。萧衍之与宋景在空间里享受着别人无法比拟的快乐，直到外面世界卯时，萧衍之仍不想离开空间，他甚至想在空间里度1个月的蜜月。这个蜜月新词
还是宋锦告诉他的。媳妇儿的家乡实在太有意思了。出去了，我们要给公爹敬茶。还有，你不是要进宫金殿传炉，状元游街？宋锦哭笑不得，捏着装睡赖床的萧衍之鼻子。萧衍之突然大手一伸，将已经下床准备穿衣的宋锦捞回床上。不急，他不缺你敬茶，他缺孙子孙女。我们再迟点出去，进宫也没那么早。空间2个时辰，外面才半个时辰，时间充裕的很呢，实在太好了。媳妇儿这个空间简直是为了满足他需求而设的，他可以享受几倍的时间快乐。你怎么能这样？说好了的。宋锦抗议，但抗议无效，且他想找累或者不舒服的借口都没法子。这男人已经知道了灵泉的奇效，他若敢说累或痛，他必定抱他下池子。一旦下了池子，不被他折磨的腰断都别想上岸了。事实证明如此。萧衍之将他折腾得忍不住求饶的时候，他就抱着他下池子，一边泡着灵泉，一边接着继续。宋锦后悔了，他不应该把一个恶狼带进空间里来。你再说话不算话，我以后不带你进来了。好吧，我保证日后都听媳妇话，媳妇别生气。哼，每次你都这样说。不过这男人是真不老实，刚答应，手又伸了过来。要不是想到他因为喜爱他才会对他动手动脚，他真剁了他手了。当二人终于出了空间时，外面已是辰时。不过好在没有耽误到给秦军敬茶，四小家伙也没有闹门，萧衍之进宫也还足够时间。花厅，秦军端坐在高堂位置上，四小家伙也站在一边咯咯直笑。当秦军看见自己儿子嘴角一直挂着的笑意，就知道自己儿子昨日大小登科一起实现，人生美美满满了。四小家伙见自己爹爹与娘黏黏糊糊的，也一个个捂着嘴偷笑。他们不知道洞房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詹嬷嬷告诉他们了，爹娘很快就给他们生弟弟妹妹了，指不定娘亲肚肚里已经有弟弟妹妹了。萧衍之与宋锦一人接去一杯，然后夫妻二人朝着秦军跪下了。昨日拜堂，萧衍之还是没有出口喊秦军一声爹，让秦军失望了许久。大概是因为得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，今日他心情美好。爹，您请喝茶。秦军完全没有料到萧衍之喊得这么突然，不可置信，一脸受宠若惊。你刚叫我什么？你再叫我一次。萧衍之闻言顿时尴尬脸红。爹，您请喝茶。好儿子。秦军简直是从萧衍之手中抢过茶水的。我儿终于认我了，好啊！宋锦见父子俩相认，也很替萧衍之开心。秦军是真的不错，因为秦军太会做公公了，不仅从不干涉他与萧衍之，秦军几乎还是顺着二人意思做事。这样的公公，真的来个10个8个他也不嫌多。当然，这样的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，哪敢当面说呀。济公爹，您也喝杯儿媳妇茶。好儿媳敬的茶，为父自然是要喝。直到儿子儿媳敬的茶喝过后，他拿出了2个红封，分别递给了二人。里面装着的是你们身份象征玉佩，你们夫妇好好保管着。因为在场有外人，秦军说得很隐晦，但是萧衍之与宋锦是立即秒懂了。红封里装着的，不出意外是秦家少主与少夫人传家佩。我没有逼你们立即回秦家的意思，你们二人其实只要老祖宗知道你们存在且点头就可以了。回秦家认祖归宗不过是个形式，你们放心收下，这东西不会影响你们过日子。现在日子怎过还是怎过。谢谢爹。谢谢公爹。敬完茶后，双胞胎丫鬟立即又摆上食案，萧衍之、宋锦带着4小家伙与秦军一起围桌。爹爹高中状元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游街啊？是的，今日爹爹不出意外是要进行御街夸关，过会儿礼部应该就会来接爹爹进宫。娘，那我们要去看着爹爹游街，不然爹爹会被坏女人抢掉的。
是的，娘，爹爹很容易被人抢的，娘一定要看着。我也要去帮忙。木木，你坏毛病又犯了，怎么门口还是坏女人？这件事让萧衍之不禁想起了之前逃荒与宋锦出狱时不好的过去。当时他也把宋锦当成坏女人，当成了毒妇。不过这件事宋锦却忘记了，他毫不在意。你们说的对，娘是要提防别人把你们爹爹抢了。我们今日就去看你们爹爹游街，盯紧你们爹爹。萧谨言，你嫉恶如仇是很好的优点，但是你说话很容易得罪人，显得很没有教养，这是极不好的缺点。你何不把缺点改了，只发扬你的优点呢？明白娘说的话吗？对于木木，宋锦其实是最大耐心去教导的，甚至以特种兵去栽培了。木木就像刺头，但培养好了，绝对会成为最优秀的孩子。娘，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乱说话了。新科进士服好看吗？黑色平翅乌纱帽，白领蓝色大袖罗袍，腰束大带，整体造型看上去风度翩翩，文气十足，随性简单自然。相公果然穿什么都好看，真帅。这个男人仿佛就是为了当官而生的。一般人乌纱帽往头上一戴，哪还能与帅字沾边？偏偏这男人肤色冷白，8尺2寸的身高，简直就是衣架子的完美诠释。真真一句穿什么什么好看。媳妇儿，你也很美，尤其是什么都不穿的时候。当然，这句话萧衍之只能心里暗戳戳地说，他若敢明说，宋锦绝对让他睡地板。哪有人像我们夫妻这样吹捧的？叫外人听了还要不要脸了？夫妻2人随后你夸我一句，我赞你一句，又腻歪了许久。直到礼部的马车来了。媳妇儿，我先进宫了。记得，你当官是为了给我争一品诰命，为了天下百姓，不是为了昏君。成亲日，自己的新郎官差点被人抢了，这个仇宋锦心里暗暗记下了。我明白。被武文帝逼婚的时候，萧衍之其实动了远离朝堂的心思，若不是因为后面赵钱的出现，还有为了给宋锦争首辅夫人，这刻他真不想进宫。萧谨行、萧谨言、萧谨瑜、萧谨诺，走，娘带你们去看你们爹跨马游街。好耶，娘！公爹，你要一起去看相公吗？行，那去登云楼。登云楼也是秦家的产业。宋锦闻言愣住了，他是真没想到，全京城最高酒楼居然也是秦家产业。之前赵钱给过他一个玉扳指，说约见就去登云楼，他还以为是赵钱秘密产业，搞了半天竟是自己家的。此时武文帝高坐在龙椅之上，当他看见队伍之首的萧衍之，脸色难看极了。他昨日可是龙颜大怒，开了金口要褫夺萧衍之状元，今日却又要给萧衍之钦点翰林，这简直是他当皇帝以来最惨一次打脸。但他不敢不钦点，10发连弩的价值，别说一个官，给人一座城，封侯拜将都换不来。殿试顶甲探花丽眼，受翰林院编修，正7品。殿试顶甲榜眼顾楚，受翰林院编修，正7品。殿试顶甲状元萧衍之，受翰林院侍读学士兼翰林院修撰，正5品。赐状元府邸一座，赏金1万两。当第3道诏书下来，整个朝堂除了赵钱、武文帝、李义不意外，所有官员都倒抽冷气，瞠目结舌，满堂哗然。可以说，拥有这2个翰林称号，萧衍之就是妥妥的楚相，未来首辅候选人了。昨日就拿到人手一份3顶甲名单，计划拉拢萧衍之的官员与皇子们，一个个看着萧衍之时，眼热心动的不行。不过有2个人此时此刻咬牙切齿，心里义愤难平。赵弘到今日才真正看见萧衍之的真面目，他做梦都想拉拢的人，就这么被赵钱抢了，他很不甘心。厉眼则是想着，要不是有萧衍之存在，他一定会连中6元，
成为千古科考第一人，而这2个封赏一定会是他的，是萧衍之抢了他的所有。金殿传炉上同时受封2个官职，萧衍之算是大号史上第一人了。不过当他听到诏书那刻，脸上却荣辱不惊，没有半点反应。他猜测是赵钱故意要求武文帝这么做，如此才能平息他与宋璟的怒火。抬眸向赵钱看去时，果不其然，赵钱毫不吝啬回以他一笑，证明他没有猜错。见此，萧衍之没有怨怪赵钱在授官上多事，其实以他实力是完全不需要靠10发连弩的。可他转念一想，得到这2个官衔，直接挣5品也挺好的，至少他回头就可以给媳妇儿申请诰命夫人了。汝等300人都登科金榜，朕希望汝等以后能努力为大号效力，与朕共同建立一个太平盛世。最后赏赐3顶甲，皇宫御道走一回。接下来就是萧衍之、顾楚、厉眼3个人奉旨在皇宫御道走一圈，体验皇帝才能走的路。在皇宫御道行走游览皇宫的时候，厉眼却没有心思欣赏，淬毒的目光只一个劲儿盯着萧衍之的后背。他以为萧衍之不知情，殊不知萧衍之背后像长了眼睛一般，突然回头，当着吏部史官的面勾唇一笑。厉变修为何脸色如此难看？莫非不高兴走御道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何时不高兴了？我只是恨你夺了我千古第一。没有吗？那看来是本官误会厉变修了。只是厉变修对本官如此口气，看来是对本官很不满啊。萧衍之又一顶大不敬的屎盆子扣厉眼头上，让厉眼再度防不胜防，接都没法接。是的，天子诏书颁布，自现在起，萧衍之就是厉眼的上风了。而且2人都是翰林院的，一个5品，一个7品，差的又岂止是2个品级而已。大胆！你一个新授的7品官，不仅在御道游览时吼叫，还对侍读学士以下犯上。若不是眼下大家伙都在御道，本官也不好大声喧哗。本官定治你罪，赶紧走！你想死，别拖累所有人。吏部、礼部官员捧着金榜鸣锣开道，走在最前头。萧衍之头戴金花乌纱帽，身穿大红袍，脚跨金鞍红鬃马，领着榜眼与探花郎。其余的进士走在后面，前呼后拥，旗鼓开路，气派非凡。宋璟双胞胎丫鬟4小家伙詹嬷嬷、秦军8鬼，一群人赶往龙门时，就惊见皇城御街2旁早已经水泄不通，里3层外3层人挤人。这一幕真应了一句10年寒窗无人问，金榜题名天下知。也幸好登云楼是自己家的，即便到处都堵满了人，宋璟不仅能看到自己相公，还是别人用钱都买不来最好的位置。登云楼一共9层，就建在龙门边上不远处。登上登云楼，不仅可以将整个皇城尽收眼底，御街也要从登云楼前经过。为了方便看萧衍之骑马游街，宋璟一群人全部登上登云楼的3楼，且是靠边最好的观望位置。不过宋璟等人坐下没多久，正好奇张望御街方向，楼道突然传来吵闹声。知道我们小姐是谁吗？说出来能吓死你！我们不管，我们就要3楼的1号位。你们如何将人弄走是你们的事。3楼1号位正是宋璟等人的位置。哎呀，抱歉啊，姑娘，我们不管你们是谁，即便是公主来了也罢，3楼1号位不能给你们，4楼1号位、2楼1号位我可以换给你们，但是唯独3楼1号不能换呐。大胆！如果我说你们眼前的人正是公主呢，而且还是汝宁公主，你们登云楼真敢将我们公主不放在眼内吗？就算是汝宁公主也不能蛮不讲理，抢客人座位的道理啊。我还是那句话啊，3楼1号位不能换给你们，你们不能上去。阿离，不得放肆！声音主人正是汝宁公主。汝宁公主此刻脸色青红交加，
堂堂大号最得宠的公主，从未被人如此轻视过，更没有被低贱的庶民如此羞辱过。她围着贯耳金色面纱，却遮不住她此刻的窘迫与难堪。不过她惯来是端庄大方、知书达理、温柔婉约的人设，哪怕她心里其实恨不得让侍卫杀了登云楼掌柜，恨不得想回宫让太后下懿旨将登云楼查抄放火，但此刻她却生生忍着。她不能毁了自己好不容易树立大号第一美人的高贵人设。掌柜，我不会抢1号位置，我找2号或3号位的客人，出银两问他们愿不愿意换，可以吗？通情达理，善解人意，不仅轻松扭转之前难堪的局面，还挣了一个好名声。果不其然，原本对他指点嘲笑的妇人不再笑他，那些亵渎他的男人眼神变得炙热。公主若是能问得2号、3号客人私下换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公主请。好，若是没有人愿意换，我再去其他楼层。2楼谁都没有看见，在他转身那一刻，脸色一瞬间狰狞。汝宁公主领着名叫阿离的宫女走上3楼那刻，宋景手指敲着桌面，看好戏般盯着汝宁公主一步步登上楼梯。他也很想见见这个在他成亲日想抢他相公的女人到底长成什么模样。然而当2人撞衫撞面纱那刻，双双都愣了。虽然宋锦的衣裙有金色花纹，发髻发垫与汝宁公主的明显不同，且一个姑娘装一个妇人装，但是给人感觉2人还是撞衫撞色了。不过撞衫归撞衫，到底谁更好看，高下立见。宋景因为梳得丹罗高髻，发垫压髻，露出了凝脂般修长的眉颈，还有美如半月的双耳，简单随意却显雍容华贵。宋锦的高贵宛若天生，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。汝宁公主则像后天修成，是靠皮囊装出来的。汝宁公主在2相对比过后，脸色终于绷不住了。宋景看见心中暗爽，他最喜欢这种无意中打脸对方的一幕了。公主是1号位。让他丢脸的与他撞衫的是同一个女人，这个仇他暗暗记下了。但是他才刚维持住自己高贵公主人设，于是他再次忍住了。他从宋锦身上抽离视线，走向2号桌，同样蒙着面纱的一个富户之女。这位姑娘，我出1000两银买你这位置，可以吗？能来登云楼的，又有哪一个缺钱的？何况这个富户之女来到登云楼是为了选夫而来的，她缺钱吗？她只是缺男人而已。富户之女身边的丫鬟抢先拒绝道：不换，5000两都不换。你们眼前的人是汝宁公主，我要是你们，正是应该谢天谢地领1000两离开，而不是给家人与酒族招祸。登云楼掌柜不惧怕公主，但是其他人一定都怕死。庶民都怕官，怕得罪皇家抄家灭族。你有何证据证明自己就是公主？宫女立即拿出出宫腰牌晃了一下。位置让给公主，迷你这就走。富户之女此刻就算再想找男人，也害怕自己将来没命享。算你是食物，位置不用让，这1000两银票你拿去，公主向你买的。谢公主。富户之女也不傻，1000两银为何不要？她原本买下2号位就花了300两，既然这个公主人傻钱多，不要白不要。况且又不是只有3楼有位置。当富户之女领着丫鬟家丁离开后，汝宁公主坐上了2号位，一脸扬眉吐气，很享受权力与金钱带给她的胜利感的模样。不过当她看见宋景左右两边宛若年画里走出来4胞胎时，心眸狠狠一缩。她猛地记起来萧衍之说自己有4胞胎儿女，眼前这个半露半遮看不清真实面容的女人，不会这么巧就是萧衍之的妻室吧？天，这到底是什么运气？
居然一胎四宝，吃的什么身心保质这么好？正当汝宁公主脑补之际，玉阶突然锣鼓喧天，前呼后拥，灌溉满京城的萧衍之骑着骏马，领着300进士徐徐出现。玉阶两旁顿时像炸开了锅，百姓们一个个疯狂膜拜，玉阶上围观的姑娘，还有坐在阁楼高处观望的大家小姐们，则一个个尖叫。这就是连中6元千古科考第1人，这么年轻，如此年轻就高中状元，两相对比，吾等念书真念狗身上去了。阁楼的大家小姐们边看边笑，激动又羞涩地将篮子里的花瓣、香囊、绣球直往萧衍之身上撒。天，状元郎为何能长得这么好看？那眼，那鼻，那唇，太俊了吧！状元，往这里看呀！天哪，我要晕了！状元好年轻，好俊啊！不一会儿，铺天盖地般的花瓣、香囊天空飞下。看见此情此景，萧衍之脸都绿了，烦躁地拍飞花瓣、香囊。骑马并行跟在萧衍之身后的顾楚与丽眼成了背景板。公主快看，状元来了！但是汝宁公主此时却心不在焉，一直盯着宋景看。她私自溜出宫来，依旧想嫁萧衍之。她对萧衍之一见倾心，又岂能甘心以后嫁给粗鄙的武夫？萧衍之才是这个世间最适合她的男人。不过她若想嫁萧衍之，不能靠武文帝逼迫，只能靠自己绑下捉婿。大号的恶俗成了他计谋，他想着把人抢走，只要生米做成熟饭，就不怕萧衍之到时不娶她，即便照钱也奈何不了他。人手他都安排好了，就等萧衍之抵达龙门，众人抢婿那刻先下手为强。娘，爹爹来了！爹爹来了！四小家伙看见玉阶上熟悉的身影，一个个激动坏了，麻溜的像4只猴子般爬上围栏。哎呀，小祖宗，危险！没事，他们爹爹游街自然高兴了，就让他们放肆这一回，有八鬼看着，掉不下去。说完，不单指4小家伙，宋景与秦军也高兴起身，站在围栏边眺望，一个看自己高光时刻的相公，一个则看自己意气风发的儿子。只是宋景越看脸色越黑，他发现一路上无数女人正往萧衍之身上撒花抛香囊，有的甚至抛绣球。萧衍之烦躁拍了一路。宋景往汝宁公主方向看了一眼，突然弯身在4小家伙耳边一阵低语。等4小家伙听明白宋景的吩咐，顿时眼睛都亮了。不多时，4小家伙一人手握着一束鲜花，被举高高，一字排开，坐在魑魅魍魉的肩膀上。等到萧衍之越来越近，进入声音传送的范围，4小家伙一边摇鲜花，一边齐声大喊：爹爹，娘亲，老虎羊！爹爹，娘亲，老虎羊！当4小家伙的声音同时响起时，不仅将登云楼的喧哗声全盖住了，就是仪仗的锣鼓声都压了下去，威风霸气极了。没错，此时上演最强啦啦队，要不是来之前没做准备，宋景都要拉横幅了。爹爹，娘亲，老虎羊！爹爹，娘亲，老虎羊！没有人能听明白4小家伙喊什么，爱老虎油什么鬼？但是所有人都成功被双龙双凤4胞胎夺走了视线。天啊，那是4胞胎吗？哎呦，谁这么会生啊？双龙双凤，好厉害！姑娘们、大家小姐们也一个个停止了撒花。 4胞胎喊的爹爹，不会是状元吧？啊，不要啊！状元郎怎么就成亲了？还有这么大的4胞胎，原配这么会生啊！别人哪还有机会吗？因为最强啦啦队之前撒花的姑娘、大家小姐们一个个失望，把手缩了回去。萧衍之得了解救，
阴沉的脸色终于转好，尤其当他抬头，一眼就看见登云楼上四轨肩上的四小家伙，还有一身红裙美艳不可方物的媳妇儿，一双凤眸瞬间点亮了，眸底全是媳妇的倩影。爹爹，娘亲二老虎摇，爹爹，娘亲二老虎摇。相公 ，I love you。宋锦敢这么喊，不过是仗着没人能听懂。萧衍之确实听不懂，但是他觉得一定是媳妇家乡的情话。媳妇儿，爱老虎哟！萧衍之这么抬头一喊，刚刚还妄想嫁给状元的姑娘，大家小姐们心都碎了一地，差点哭晕了。就是汝宁公主，此时也羡慕嫉妒恨交加，险些咬碎银牙。相公，我和孩子等你回家。萧衍之很是配合，抬起手朝他摇摆回应。若是他这一举动，还有谁认为他没有成亲？那就不是真瞎眼那么简单了，而是脑子有病了。很快，连中6元千古科考第1人成亲的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。一仗还没有抵达龙门，龙门广场上逮着捉婿的世家、达官显贵、富户们一个个如闻噩耗，大号以孝治国。别人成亲就不能再硬抢回去做女婿了。哎呦，可惜了，哪个女人下手这么快呀？抢榜眼，抢探花，只要没成亲的就把人抢回去。八鬼，你们去护着相公，别给人绑下捉婿了。汝宁公主私下出宫，费尽心想只抢个好位置看萧衍之。宋锦可不相信只是来观看游街而已，就算汝宁公主没有什么阿杂心思，她也要以防万一。绑下捉婿，一旦被人捉走，哪怕没有发生什么事，但是这就跟抢民女一样，民女被掳走，谁还敢相信民女还是贞洁的？宋锦下令让八鬼去保护萧衍之时，没有避开汝宁公主。汝宁公主听得很清楚，不过她的嘴角闪过讥诮，她以为自己派遣乔装混进人群中的上百侍卫很厉害，殊不知上百侍卫一个也不敢动，因为御阶仪仗刚抵达龙门，礼部吏部官员堪堪将金榜悬挂，身穿黑衣的八鬼直接施展轻功，焦点百姓头顶飞过，然后一字排开护在萧衍之身前。轻功媲美皇帝暗影卫顶尖存在，上百侍卫不过是舞刀弄枪的普通身手而已。他们要是敢靠近萧衍之一步，八鬼想弄死他们就是一刀抹脖子的事。怂了，上百侍卫全怂了。汝宁公主的计划注定落空，而且不只是她，同样计划绑下捉婿的富户、世家、达官贵人，一个个也不敢再肖想萧衍之。他们不得不将目标转移到其他进士身上。一个三品大臣家的洋胡子管家看见萧衍之旁边的顾楚，敢问谁是顾楚公子啊？我就是顾楚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我家大人乃是通政司三品通政使，我家大人对顾公子非常欣赏，有意将待字闺中的二小姐许配顾公子，不知顾公子可曾婚配啊？不仅百姓，就是其他进士们都羡慕了，厉言也眼红了。三品通政司通政使大人，主管大号各地送入京城的公文，皇帝身边的要员，多少人削尖脑袋都想给他当女婿。抱歉，我有急事，犬儿也已经考上童生了。围观的众人听了顾楚的话，愣了10几秒，然后轰然大笑。好笑的是，三品通政使来捉婿，居然捉了个成亲的。洋胡子管家顿时脸黑了，又将希望的目光转移到厉眼的身上。厉眼见洋胡子管家向自己走来，内心暗暗一喜。厉眼，巡抚顾大人要见你。怎么会搞错？顾宗堂在相识后就让2个武姬盯着厉眼了。厉眼直接被带走，被塞进了轿子。登云楼，汝宁公主终于等到侍卫通报，她以为接下来可以与萧衍之一夜缠绵，哪知道侍卫告诉她，那8个跟着宋锦的男人竟是媲美皇帝暗影卫的存在。
意思是萧衍之没法抢，他的计划泡汤了。汝宁公主的端庄大方再也装不下去，砸了一个茶杯，甚至怒气冲到了1号桌边，既是宋锦与秦军面前。你有本事每天守着他，只要他在朝为官，他终将是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汝宁公主撂下话，转身就想走，可是她才走2步就惊悚停下，因为她发现3楼不知何时突然上来很多男人，这些男人一个个面色不善，拦在他们面前，就连她身边的宫女阿离，还有2个侍卫也意识到对方的杀意，差点没吓死。你刚说谁是你的？秦军轻抿了一口茶水，突然扭头问汝宁。汝宁公主错愕转身看向秦军，当她接触到秦军看死人的眼神，莫名心生了恐惧。宋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友情提示一下，你知道谁在和你说话吗？我相公的亲爹。萧衍之被人逼婚，秦军本就很生气，这还没有与武文帝算账，现在汝宁竟然公然挑衅，秦家与武文帝的仇这下结大了。宋景说完这话，便与秦军起身，先带着4小家伙离开。不过4小家伙一个个都是人小鬼大，将越过汝宁公主时，4小家伙都同时对着汝宁公主扮鬼脸吐舌头。当宋景、秦军一行人下了3楼，出了登云楼。小畜生，等着，等我进了门，看我不弄死你们！是的，他的端庄大方温婉都是装出来的，没有一点保命手段，在皇宫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如何活下去？汝宁公主出宫一趟，没能得到萧衍之，回宫后直接就去了太后的永宁宫。到太后永宁宫做什么？自然是找最强大靠山太后告状了。收拾宋锦就是要用女人的手段。皇祖母，汝宁什么脸面都丢尽了，如今整个皇宫都在笑话汝宁嫁不出去，皇兄甚至打算将汝宁嫁给粗鄙武夫。汝宁不哭，不就是一个5品官吗？有什么好稀罕的？要我说，你父皇疯了，居然将你下嫁，你要嫁也当嫁侯爷世子呀！可是皇祖母，汝宁除了他谁也不嫁，汝宁就认定他了。他已经有妻室，与你不合适。科考3顶甲，他一清二楚，也从武文帝口中得知，状元是大号救国功臣，时发连弩的事太大了。皇祖母，如果让他自愿休妻呢？见太后瞳孔一缩，汝宁跪下祈求，求皇祖母成全汝宁这一个心愿。汝宁从未贪心妄想过什么，只此一次，汝宁只想嫁给心爱的男人而已。丽眼被轿子抬进了燕王府，还以为自己做梦。顾宗堂表面是前太子党，实际背后主子是燕王赵弘。此时顾宗堂正与赵弘在书房密谈，而且密谈了1个多时辰了。丽眼被轿子抬进燕王府，就被扔在园中的凉亭等候。他不知道为何会来燕王府，他猜测自己应该得到燕王的亲眼了。想到自己入了王爷眼，他越想越兴奋，一脸急切，一直在亭中来回走着。丽眼一直焦急等待，从午时等到申时，王府的婢女来来回回给他换了不知多少遍茶水。终于他因为茶水喝得太多，憋不住尿意，担忧等会儿燕王召唤。敢问姑娘能否带我去茅厕？可以，请随奴婢来。侍女会脸红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丽眼是他见过除了燕王最俊的男人了。燕王他是不能肖想的存在，但是眼前的探花郎却可以肖想。万一被看上了，王爷一时心情好，将他赏赐给这个探花郎呢？沈玉，丽眼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死命揉眼，想确定自己有没有看错。丽眼，你……沈玉也以为自己白日见鬼了，失声叫出来。而当他看见沈玉的大肚子，
头皮都炸开了。你怀孕了？你个贱人，肚里怀的是谁野种？当他这句话出口，不管是他身边的婢女，还是沈玉身边的2个侍婢，全都瞠目结舌。3个女人很快就同时弄明白一件事：天啊，侧妃与探花郎有奸情，燕王头顶绿油油啊！侍婢们私下里其实都妒忌沈玉，一个低贱的泥腿子居然成了他们的主子，要他们侍候，这换谁服气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的锦鲤体质果然失灵了，府运消失了，狱警都没有了，完了！你失踪这么久，又去哪儿了？你又为何在这里？知不知道他差点就吃不上饭了？如今他欠了客栈上千两，要不是他高中了贡士，随后又高中的探花，他与2个舞姬早就被客栈掌柜扫地出去了。旁边的3个侍婢听到2人对话，更加确信2人之间有奸情。他们燕王不仅头顶绿油油，有可能还当了接锅侠，当了便宜爹。你别告诉我，你早就进了燕王府。2人处了近1年，睡一间房，但沈玉却从不让他碰身子。没想到转身就给了别人。耻辱，贱妇，还说做我的原配。沈玉也意识到自己完蛋了，不说锦鲤体质真消失了，就是丽妍与他的关系暴露，这下他跳荷塘都洗不清了。一旦被燕王知道这事，一定会雷霆震怒的。虽说他的第一次赵红很清楚明白，但事关皇家颜面，赵红一定不会原谅他的。快去帮我叫王爷来！燕王府闯入了混子，这个混子是我老乡，之前他仗着是我老乡抢了我1万两，现在他又想来抢银子了。他绝不能让丽妍毁了自己清白，要死也是丽妍死。他后悔了，被赵红临幸后，他为何安于享乐，没有想过早点弄死丽妍，以绝后患。相识时，他与丽妍最开始可是同住弟子1号房，证据确凿，以赵红的贴身侍卫楚风一定会查出来的。这下惨了，哪怕他将丽妍说成混子，也经不起查了。你们还不快去！要是我肚子里的小王爷被冲撞出了事，你们全都得掉脑袋！沈玉，你居然诬陷我是混子，你可知你这句话会害死我，我会被你毁掉的。你闭嘴！你这个混子，骗了我1万两还不满足，还想怎样？此刻他心生了怨毒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谁毁他幸福，他就弄死谁。我算明白了，你攀上燕王，所以想将我踢开。和我睡一起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我是混子？你可是口口声声喊我丽郎。既然沈玉要做初一，那就别怪他做15，比狠。沈玉10个都比不上他。侧妃，探花所言可是真的？离开一个贴身侍婢去通报，还有一个侍婢在沈玉身后。这个贴身侍婢听着2人对话，心里想要笑死。侧妃这下死定了，他都可以预知侧妃接下来有多惨了。燕王这个人非常古怪，别看他安静时宛若雪山之上的高冷之花，纤尘不染似的，但是整个王府的下人都知道，燕王一旦动怒，连猫都生生被掐断过脖子。整个王府人人都知道燕王狠实的可怕。侧妃，倘若探花说的是真的，一会儿王爷来了，侧妃最好承认，否则别说奴婢没有提醒侧妃。